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今年呢，温哥华是一个暖冬，但是呢，再过了几天呢，就会有零下10几度的温度了。那我们看了屋子外的走道呢，现在我们都已经撒好了雪盐了。哦，来雪盐，来我们看一下雪盐。好 ，OK， 雪盐。第一次到加拿大的朋友呢，一定要到 Canadian Tire 或者是 Home Depot 哦，甚至 Walmart 都有在卖这些雪盐。然后要撒到家的门口的走道上面。在加拿大呢，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，一定要记得至少门前雪。怎么说呢？这门前的走道呢，就属于你的责任范围。如果在下完雪之后，因为门口积了雪，然后有老人走过去或小孩走过去摔倒了受伤了，那都是屋主的责任。下完雪之后，我们要记得把门口的走道都要铲干净，让它雪都不会影响到行人走路。大家如果铲过雪就知道，铲雪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。那我们先把雪盐铺好，雪铺上去也会比较薄，我们未来铲雪也会比较容易一些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这个房子最主要目的是我们要做一些房屋在低温之前的准备，主要是水管方面的保护。再过几天就要零下10几度了，这个温度真的非常低。那大家如果还没做的呢，赶快依照今天的影片把家里的防护都做好吧。如果你跟我朋友一样，现在人不在加拿大，一定要委托你加拿大亲友来帮你做哦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这就是我们的室外水阀，就是浇花我们常用的水阀，现在是打开就有水。那在准备要关这个水阀之前呢，我们先要准备这个一般的碗就好了，因为呢，待会我们走到室内去关的时候呢，会漏一些水出来。不只要把这个水阀的水源切断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里面的压力给卸掉。因为待会我们要找这个水阀，所以我们先让它保持流动，但是不要开太大，好，有流动就可以了。好。这个房子呢，之前我是没有来过，所以我跟大家一样，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水阀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这房子里水阀在哪里，我也要找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就看就是几个可能的地点。第一个可能地点就是锅炉房，这个房子的锅炉房在这里。我们把这锅炉房打开呢，就看，一般来说这个就是总水阀，它这边它有标示总水阀，那这个东西叫 PRV， 好，这是一个小知识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看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找到总水阀附近，就可以找到一个室外的 hose B shut off， 就是这边就是我们关水。那我们刚才那个水，我们有开一个小小的，那我们先把它关掉。这时候我们再走到前面去看一下水是不是真的关了。那我们看这个水现在不流了，待会呢我们要把这个从水阀到水管里面的水排空。我们先把外面的室外的水龙头我们把它开到最大。好，现在都没有流水，表示我们关对了。再回到室内，接下来要排空里面的积水。那这时候这个东西用得到了，因为其实水会滴下来。当然啦，不负责任的做法，我们也是可以让这个水直接漏下来，因为这也是锅炉房，它也有漏水孔。但这真是蛮不负责任的，因为像这个门。这个木头都是怕水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把它当室内一般的室内的空间去处理。好，来我们看这里，这里啊，来我们注意这水阀旁边是有一个小开关，在这边看到没有？大概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把这小开关给它扭开，这个会有一些水漏出来，但它现在压力呢已经排空了。我们这个就是接这个残余的水漏下来的东西。好，没有了，流光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再扭回去，这样确定这个水阀都已经排空了。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步骤呢，不要忘记呢，就是把我们外面打开的水龙头给关起来，不然一些灰尘啊，或者一些小昆虫就会跑进去，然后造成水管未来的堵塞。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记住。这样子这边就大功告成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检查另外一个地方。那这个房子呢是有2个水阀的，前院浇前院花，后院浇后院花。前面的水龙头我们已经确定了，它已经排空水了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水，有时候是一个水阀控制2个水龙头。但是呢，这里我们还是要做一下 double check。哎呦，你看这边是不是还有水流出来？好，表示它有另外一个水阀去控制它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另外一个水阀在哪里。那我们再进屋吧。这样的水阀通常会出现在哪里呢？也是一样，就是有水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哪里？第一个，这个橱柜下方，我们要每个橱柜找一下，这边有没有？看来是没有。接下来我们上到2楼。2楼是厨房哈，这里看一下，
厨房的下方的水柜也是很有可能的。来，我们找到了，在这里，这边有第二个水阀。第二个水阀比较特别，来你看，它旁边没有那个泄压阀。为什么它没有泄压阀呢？给各位说一个 Building Code 里面规定哈，因为它这个控制阀，它的水是从上面流到1楼去的。那因为呢，水是从上流到下，它不需要去做泄压阀，因为按照重力呢，它水直接就会从那边流出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把这边关起来，关掉之后呢，我们再回到室外。好，你看，果然它已经不漏了。不漏了之后呢，一样按照一定的程序，我们把它打到最大。现在剩下一点水滴出来，那它这边的空气会进去往上，然后把水整个排出来，所以这里面压力就会不见。好，所以它不需要泄压阀。确定没有水了，一样把它关起来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然后接下来防冻处理呢，就是我们要把室内的所有的暖气都要开到18度以上。那我的习惯是比较保险，开到20度。因为温度会降到零下的10度以下，如果呢这个房子气密稍微做不好的话，室内的温度就可能会降到零下。一旦降到零下，所有的进水管就可能会结冰。那进水管如果结冰的话，我们都知道水结冰之后会膨胀，它就会把进水管撑裂，等冰融化了之后就会发生大漏水。所以这个部分是一定要做的。如果有不在加拿大的朋友，一定要请朋友来家里做这个动作，就是我们要把气温调到20度以上。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控制器，是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控制器哦。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不是只有调一个地方，是要调所有房间的控制器哦。我们调完所有控制器之后，基本上室内呢就可以维持在一个温暖的温度，这样就可以预防室内的水管结冰。再过几天超低温的寒流就要来了，如果还没有做这些动作的朋友，请您依照小李哥的影片赶快去做哦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请您帮我的影片点个赞，并且分享给您的好朋友。最后祝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